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介绍一部1970年上映的绝版鬼片《鬼皮》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，老王家是开豆腐坊的。一天晚上，老王像往常一样和老婆一起磨着豆腐，忽然磨出的豆腐变成了红色，鲜血顺着石磨流了下去。紧接着，老王就被吸血鬼吸干了血，领了盒饭。听说吸血鬼经常在晚上随机寻找目标，走夜路的人十有八九都会成为他的盘中餐，死的人也都是男性。这天，书生杨公子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小狐狸，小狐狸被压在了大树下，动弹不得。出于好心，书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它救出。看见狐狸安然无恙，书生这才放心的离开。书生走后，狐狸突然变成了原形，他站在原地望着书生的背影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起来。这是只狐狸精，没错了。他想叫住书生，可是书生已经走远了。另一边，吸血鬼的出现让小镇上的人每天都惶恐不安，不管是吃饭的时候还是散步的时候，只要一有空，人们就对此事议论纷纷。这天，寡妇小花的酒店里来了一位云游道长，他听说了小镇吸血鬼的事，所以特意前来一探究竟。只是吸血鬼还没看到，倒是一眼就看见了狐狸精。他看到狐狸精化身成为美女的模样，在街头卖画。二人四目相对，狐狸精惊慌失措，连忙带着画逃跑了。道长的出现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希望，他们相信只要齐心协力，定能战胜妖魔鬼怪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狐狸精终于等到了书生杨公子，杨公子也一眼就被他画中的人物所吸引。这样一来二去，杨公子自然而然的就爱上了狐狸精。只要杨公子想见他，狐狸精立马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一天，杨公子和狐狸精在房间里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这一幕正好被仆人撞见了。然而仆人定睛一看，只见那美艳女子凭空不见了，很明显不是正常人啊！杨公子反过来怒斥女仆坏了他的好事，将他喝退。哪知不一会儿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的声音。仆人连忙跑回去告诉老爷和夫人，于是老爷和夫人偷偷来到书生的房间一探究竟。他们趴在门外，亲眼看到了狐狸精露出的尾巴在床边摇来摇去，很是快活。二位老人非常着急，害怕儿子被狐狸精迷乱心智，于是便派下人去请捉妖道长，想让他做法消灭狐狸精。可是这道长自命清高，还挺难请的，必须老爷亲自登门邀请，并且备上厚礼才肯出手相救。就这样，道长被八抬大轿抬了回去。其实也不是道长故意为难，之前道长亲自上门找过，想要帮忙驱走他家的狐狸精，可当时老爷以为他是个骗子，就没有同意，还把他赶出去。因此道长心里不舒服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晚上，狐狸精又闪现在了杨公子的房间，二话不说就是脱衣服。这次杨公子害怕了，家人已经提前告诉他关于狐狸精的事。狐狸精见杨公子冷漠自己，便痛哭了起来，哭诉杨公子就是个大猪蹄子，提起裤子不认人了，竟然诬陷他是狐狸精。就这样三言两语打消了杨公子的顾虑。就在两人准备嘿咻嘿咻的时候，道长开始在门外做起了法，固定姿势，固定咒语，加上固定符咒，3拳2下就把狐狸精弄伤，很快就受不住了。可怜的书生早已算迷心窍，只见他冲出房门，打翻祭坛，还撕下了符咒，阻止这场法事，救下了狐狸精。不过杨公子也因此晕死了过去。道长断定是妖毒侵入了体内才会这样的，在床上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画面一转，大傻、二傻和三傻是小镇上出了名的猎户，打猎技术一流，三个人都惦记寡妇小花好久了。一天夜里，小花刚准备就寝，这时门外就突然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他们三兄弟结伴前来小花的酒楼喝酒了。三人不顾小花的反对，强行进入。因为都是常客，小花只能好心招呼。看见小花若隐若现的身体，三个大男人眼睛都直了，不禁吞了吞口水，心里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他们拉着小花一起坐下来喝酒。这时外面的窗户突然诡异的开了，屋里的灯也莫名其妙的熄灭了，这可给他几个人吓坏了，还以为是吸血鬼找上门了呢。小花也顺势躲在了大傻的怀里，和大傻紧紧相拥。不过等一切恢复正常后，二傻和三傻开始调侃小花。小花害羞的回了房间，然后洗上了澡。外面的三兄弟听见哗啦啦的水流声，便猥琐的趴在门缝偷看。大傻看着看着就按耐不住了，直接推门进去，将小花按在了床上，霸王硬上弓。可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却被书生家的仆人打断了。原来仆人是来找三兄弟的，说他家老爷要请三人协助捉妖。三兄弟同意了。来到书生家后，道长分别给了三兄弟开过光的弓箭，一人一支，用它来射死狐狸精。深夜门外忽然电闪雷鸣，小花关好门窗后准备上床睡觉了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小花壮着胆子上前开门，却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，顺着脚印看过去也看不到尽头，以为是谁在恶作剧。小花也没有多想，关上门后就回屋了。回屋后却看见床上有一滩血迹，
一回头就被吸血鬼吸干了。看来这吸血鬼吃人也不分男女的嘛。饱餐一顿之后，吸血鬼突发奇想，干脆把小花的人皮剥了下来，穿在自己的身上。就这样，吸血鬼顶着小花的皮囊，白天么么哒，晚上啊啊，喝了好多男人的血。另一边，书生家的杀狐狸计划还在进行当中，他们利用书生引出狐狸精，猎户们则藏在暗处，找准机会发射弓箭。可由于猪队友二傻打了一个哈欠，吓到了大傻，大傻箭射歪，虽然没有射中要害，但是也射中了狐狸精的腿部。狐狸精反应迅速，一溜烟逃走了。三兄弟顺着狐狸精的脚印来到了小花家，看着穿着暴露的小花，三个人突然色心大发，早将捉狐狸精的事情抛向了脑后，一心只想着如何跟小花交欢。再加上小花的故意勾引，三兄弟自然而然的上钩了。说干就干，第一个进屋的是大傻。不一会儿功夫呢，大傻就被小花吸干了血，领了盒饭。色字当头一把刀，还是很有道理的。二傻和三傻则躲在门后偷窥，听到大傻的叫声后，二傻不禁感叹：大哥真是没用啊，这么快就下课了，不行，让我上。接着就轮到二傻了，进去后裤子都还没脱，直接成了小花的盘中餐。可能是小花嫌弃二傻长得丑，连墨迹的机会都没有。而门外喝闷酒的三傻竟然嘲笑起了二傻，速度更快，很快就轮到三傻了。这个时候道长忽然敲门，他带着书生前来洗洗脚的，哪知这吸血鬼竟然打起了他俩的主意，故意迷惑道长，稳住他，不让他俩乱跑。但这个道长也是六根不净啊，对眼前这个美女想入非非。小花刚进屋里，道长就爬上房梁偷窥，结果看到小花正在和三傻做着不可描述的运动。道长看的是垂涎欲滴，突然小花露出了本来面目，青面獠牙，很是骇人。道长看着眼前的这个吸血鬼，竟然被吓傻了。这道长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够差的呀，就这样被吓晕了过去。搞完三傻后，小花把目标转向了书生。小花一看这书生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就打算开车，只是杨公子早已经心有所属，根本看不上他，任由小花怎么撩都撩不动，还吓得杨公子夺门而出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吧。只见他紧追着杨公子一路狂奔，追啊追，追啊追，终于追到了一处四下无人的荒野郊外。眼看时机成熟，他一下子就将杨公子扑倒在地，然后露出了锋利的牙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狐狸精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杨公子。接下来，吸血鬼和狐狸精展开了一场野外大战。吸血鬼误打误撞拔出了插在狐狸精腿上的开光剑，二人你一刀我一刀的战斗着。虽然说两败俱伤，但也没有分出什么胜负。这时，狐狸精捡起那只开光剑，一下子插进了吸血鬼的脚上。吸血鬼被插在那里动弹不得。慢慢的，天开始亮了。吸血鬼由于不能见光，最后变成了一滩灰烬。狐狸精也因为战斗身受重伤，最终凄惨的领盒饭。这时道长才姗姗来迟，将狐狸精变回了真身，还洋洋自得地说：你现在该知道他是狐狸精不是？可书生却反过来责备道长：你这个好坏不分的妖道，该除的吸血鬼你不理，却偏偏害死我的狐狸精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人是人，妖是妖，二者相连，注定是没有什么好结局的。虽然说人鬼殊途，但是这段感情还是很美好的。妖也有善恶之分，狐狸精知恩图报，并没有加害任何的人。吸血鬼则一直在伤害着别人，他才是真正的死有余辜。在1970年那个时代，能拍出这样的电影，真心是不错了。中方的狐狸精结合西方的吸血鬼，中西结合，果然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呀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到这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